黑天鹅避险基金哦，大家说黑天鹅来了，股市崩盘了，经济就不好了啊。灰天鹅、黑天鹅，而且这最近几年就来一次黑天鹅哦，几年以前都是什么天灾啊，现在是人祸，以前是 COVID-19 啦等类似这样啊，这个科技股崩盘啦金融危机啊，现在是川普一个人搞出来的啊。他说呢，这个叫做史诗级的崩盘，最后会跌80%，大概也没有到那么惨啦，80%就只剩下20%但是呢，有些人就是反正就比较会危言耸听嘛每个人预测不一样啊。那另外呢，我们台湾有对美的谈判小组嘛，民进党立委何新存说应该由蔡英文领军。蔡英文反应很快，从来没有看他反应这么快。昨天消息出来，下午办公室就说不评论，没有要去。吕秀莲今天要加码，吕秀莲跟蔡英文有仇嘛？蔡英文去，要蔡英文带领。他们本来说2个人一个蔡英文，一个萧美琴那萧美琴去不了啊。萧美琴跟美国关系是不错的，那萧美琴现在副总统怎么去呢？只能停在夏威夷，停在边上。然后呢，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呢，这个吕秀莲说蔡英文去。那另外呢，这个金管会彭金龙点名美国日本2个股，所以你看人家美国日本都回稳了嘛，所以台股呢要有信心。这情况不一样啊，就像老沈讲的，台湾日本赚美国钱也没赚那么多台湾去年赚了739亿啊，对不对？日本赚我们多少钱？日本赚我们2000亿美金一年超过我们去年赚美国739亿，赚大陆699亿。加起来1400多亿，我们的顺差只有800亿出头。那照理讲，这2个就是1400亿，怎么顺差800亿呢？我查了一下，日本去年赚我们2000亿美金以上，我们对日本的逆差了那台积电大家都在看台积电嘛，今天台湾还好了杀772点。刚刚施宝军讲，可能有政府的基金因为政府工具很多了，除了有国安基金，什么几大行库然后呢还有官股，然后还有呢。这个公营事业嘛，其实都可以下去的，都可以下去那看到情况我就点一下火那台积电呢跌32块到816块，一度到700多又回到800以上那另外呢，这个笔电个人电脑这些股断头，卖压没有尽头，因为大家觉得这惨了，这个不好那房市可能也不会好了，因为外销不好，房市怎么会好呢？外销不好，钱就少了嘛。台湾很多那种高价房子，很多都是台商回来买的，他们想落叶归根嘛，他们赚了很多钱打拼了一辈子，那老了要住哪里？当然台湾好嘛，所以呢，很多房子他们买的，所以呢，说不要再炒作题材了，你们再炒题材到时候要小心另外呢，工总理事长潘俊荣也说，上市上柜，赶快自己买自己的股票吧实施库藏股吧，我们看一下。投资人今天心情有好一点吗？相比昨天来说，台股的跌幅已经收敛。不过呢，我们看到在盘中的时候，一度又下挫，甚至是跌破到了1000点。但是呢，就在快要收盘的时候，又往上冲了。台股周2继续笼罩在股灾阴霾，开盘没多久，走势一路向下，惨跌超过900点，瞬间失守19000关卡，跌停锁死家数一度高达551家，盘面一片惨绿。不过接近中午，多档跌停板陆续爆量打开，跌幅一度收敛回跌500点。只是金管会终极手段禁空令效果有限，台股大盘接近尾盘又坠落深渊，重演前一天悲剧戏码，崩跌又再度扩大到1052点，其中护国神山兵败如山倒，开盘就重挫6%，破800元，下探797元。尽管盘中一度拉回接近平盘，但后继无力，在810元附近震荡。至于鸿海和大立光也是绿光照顶，分别盘中一跌13.5元和220元，摔进跌停。而联发科同样无力可回天，开盘就跌40元。电子五哥也集体趴倒，为双汉人保亮灯跌停。广达、英业达和和硕跌幅将近1成。观察的重点还是在于说，道琼指数3天内不再创新低，那科技股、全指股反弹，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就有机会跟着做一个反弹。川普对等关税下爬股市，到底要跌到何时？除了得等国安基金进场救市，还要观察美股是否能止跌，台股量能是否扩大，投资人一定要停看听，千万不要反弹造进。来我看。
现在国难当头了哈，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经济问题，军事上是大问题，国际外交上是大问题，这个也是大问题。所以我说，美国也成为我们台湾哈，成为中华民国的压力来源了，不只是有军事跟这个主权地位、外交的问题。那现在大家看起来，朝野都说要团结，国民党后天4月10号要开一个智库的这个执政县市长的一个哈，就是研讨会，朱立伦主持。国民党过去执政的时候，台湾经济很好。所以国民党在这种时候能够提出什么解方，我也乐见，看看能够拿出来什么样的方案。那主持人也有提出主持人的看法嘛，好，那观众朋友，因为现在目前是这样哈，刚刚看到这个米伦呢哈，就是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去这个 Hudson Institute， 他跑去演讲的时候讲说怎么办？他给这些国际上面的各个国家，你要怎么跟美国谈？他明确讲出5点哦。第一个就是接受关税，不要报复；第二个要打开市场，向美国采购更多产品；第三个是提高国防预算跟对美军购；第4个投资美国，直接在美国设厂；第5个就直接把钱交给美国的财政部了哈。那赖清德总统的礼拜天的说法当中，这5个里面有4个好是一样的。那后续要去谈判。那刚刚主持人谈到蔡英文的问题，那个我们以后再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太敏感。如果这种时候蔡英文出手的话，然后又解决，那蔡英文是可以选2028的、啊，解决不了了。对啦，当然啦，我意思说，他们只把他推出去，所以蔡英文对，所以蔡英文办公室才会什么好心？蔡英文办公室昨天才会第一时间立刻反应，不予评论嘛。但是他补了一句说这个肯定，而且他相信执政团队有办法能够来处理。那也是讲风凉话。那所以你觉得是风凉话？当然是了。我觉得他是有意识到说他不能够我解决不了，看你怎么解决嘛，就这样子嘛。好，好，那因为他是赞美的话。不是赞美，不是赞美。我的看法是因为最近有很多，包含林右昌啊，包含很多的民进党政治人物都有跑去蔡英文在那个就是信义路的办公室去跟他见面，但他不要让他害怕赖清德会认为说他好像另外又有一群就是英系的人都要来挑战。所以他特别要讲说，他完全不插手，对执政团队有信心。这个后续我们再看哈。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目前台湾的股市要被救，那关税问题要被解决。所以谈判的代表，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也讲啊，4月5号的时候我们有联系上了，可是显然就不是像石破茂日本首相直接跟川普通电话。我们现在目前状况应该也通不上电话，但能够怎么办？是不是可以真的把那3.8谈低？然后我们大量的，因为赖清德总统现在的做法就是全面的拥抱美国嘛。再去投资，再买更多，那他的做法是继续加码哦。连台积电他都认为这不是做错的，因为他还要再增加其他的这个东西去投资。那到底哪一个方法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我觉得蓝绿都可以提出看法。不，你就是说蔡英文也很清楚了，因为行政权不在手上嘛，资源不在手上嘛，你叫我去谈什么？我谈了你买单吗？对不对？当然是你执政党解决嘛，在野党也只能提建议。你现在大家提的都是建议啊，你要不要接受？还是执政党啊，执政党才有这个权利嘛，才有这个资源嘛。我要买多少东西哦，这个我要降多少关税，在野党能做什么？蔡英文能做什么？所以你现在叫蔡英文去谈，那是害他的啦。哦，那蔡英文说执政党有这政府有办法也是啊，那就看你政府拿做什么办法了嘛。但是我认为赖清德提的办法也没有用嘛，因为越南都已经0了，美国还骂他。至少肯定一下嘛。所以你看越南不骗子骗了我们，还有3项哦。这个我们跟越南卖他1块，他卖我们15块，其中卖我们15块5块是大陆洗产地去的而且各种补贴各种欺骗，各种不用关税名义，我们没有吗？你就以汽车来讲好了，我们关税14.5%，后面那个货物税是25%跟30%，后面还有营业税，还有燃料费，还有牌照税。美国哪有这么一大堆东西啊？美国买个车交个税就解决了嘛。所以你后面一大堆所谓这种非关税障碍，老美没有那么笨 ，AIT 这是笨蛋 ，AIT 在这边都不会调查，都清楚得很嘛。那你这个要检视靠谁？靠政府啊！但是政府今天名为保护汽车，根本不是保护汽车，保护他自己啊！因为政府钱是政府收去的，钱不是什么汽车商收去的，他有受到保护，但真正收到钱的，你真的舍不得谁？舍不得是政府，他才不愿意减呢。我记得立法院有人问他，所以你的货物税应该不要，那我这个窟窿朝哪里补啊？所以那个是他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我们政府这地方这种钱很多的啦。表面看起来关税我们也不高嘛，对，我们关税就好像2.6%嘛，平均啊，对美国，大陆对美国关1.7%，大陆对美国关只有3%大陆很少啊，但他看的不是这个啊，什么零又怎样？所以我刚刚讲嘛，都没用啦。川普做生意人，我为什么不清楚他呢？你到底最后 bottom line 是什么？
你到最后你要跟我买多少东西，你跟我的逆差要减少到多少？他看的是这个，所以你讲的天花乱坠，好随便你讲。问你最后你跟我逆差要减到多少？你去年739亿呗，今年逆差有多少？100亿、200亿、300亿，你说嘛？这个才是他关切的。你这个不能满足他，其他都是空谈。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昨天白宫说呢，有50几个国家跟他联络了。今天说有70个，台湾呢也跟白宫呢说台湾去联系了，我们也有我们的管道嘛。问题是联系到底多高了？现在人家什么墨西哥总统啊、新加坡总理啊、法国总统啊，甚至爱尔兰总统啊，爱尔兰总统还是总理，然后那个日本首相都可以直接跟川普通电话。那我们到底要到多高？你这层级还是有差嘛？川普。对他旁边的什么财政部长啊等等，商务部长现在都不行然后首席经济顾问啊，然后再来这个贸易代表署啊等等，到底你到什么样的层级？因为现在大家都想去嘛，都想跟川普谈然后川普只是很得意，你们都来找我谈了，但川普让了吗？他也没让啊那台湾到底联络到什么层级联络了，那现在都变川普的政绩。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台积电。哈哈，自己跑来要投资1650亿美元，哈哈，2000亿美元，哈哈，3000亿美元，现在还要英特尔，还要叫我们台积电跟英特尔合作，联电5月要来了，川普好得意啊，50几个国家70几个国家，明天100个国家都来跟我谈了那问题是谈的结果是什么比较重要嘛行政院说我们有完善的计划，我们有适当的人选，我们会跟美国做正面的角色，但是谁也不知道林佳龙说我们也做好各种准备了。只要确定时间方式呢，我们就可以跟美国谈就跟他们谈然后呢，这个行政院有农工9大面向咨询专线我记得那时候他们那个昨天他开记者会的时候，好像说有这个什么要开放190线电话哇，大家来谈然后呢说呢，这个经贸办最有趣，经贸也说对，我们的确有非关税障碍。我们有7种非关税障碍，我们正在检讨。你自己先宣布，人家老美说你没有非关税障碍，除了关税有非关税障碍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确有什么技术的问题啦这个问题呢，他列出了7种那这个特别呢，我们对于农渔业产品冲击很大，对汽车冲击很大，对保健产品冲击很大，对纺织品冲击很大为什么？因为美国那个农渔你怎么搞得过他？那个大农制，那种大的那种育引机，对不对？哇，空中撒农药，空中撒种大的 tractor 在那边耕种，我们连那个小型农业机械一家都用不起，因为原来一个农夫这个分给4个孩子，每个人1/4的田地，光那个田埂农业机械都过不去，现在要变成大家合租一个小的农业机械然后每这种大农制，你怎么跟他比呢？汽车它以前号称汽车王国保健食品它也是大量制造纺织品对台湾影响也蛮大的所以这是台湾冲击。另外还有5金什么机械石化钢铁橡胶、塑胶都很大那国发会这个副主委叫高仙贵要讲了一堆，我当然还不太懂他讲什么。台湾的净零竞争力可以突破，我说净零不是环保用，我这是净零是什么？他们就是环保净零就是你工厂如果都是绿色不排碳，就可以到国际竞争。我拜托你跟国际，人家是看你的关税，看你赚到多少钱，你净零能够跟他竞什么争呢？我也看不懂。我们看一下。内容到目前为止是在抱歉，我们只能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来向对方公开的表示。赴美谈判团进度到哪？卓恩还说是涉机密。不过白宫经济会议主席证实，台湾在5号晚间已联系美方。我们只能说，在跟美国政府要求能够谈判的众多国家当中，台湾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况且在4月3号之前就已经有相关的代表在美方进行任何的沟通。基地撇清，相关部会真的没在睡，只是看看各国代表已陆续赴美。而负责领军小组的郑丽君目前仅公开透露，谈判方向除下修特定项目关税，也将扩大对美采购与投资，像是中油跟阿拉斯加已签署天然气采购和投资意向，另外还有农业及工业采购团也将赴美。只要这个确定谈判的一个
时间方式，那我们随时可以跟美国来进行谈判。同样低调的还有经济部长郭志辉，不止日前政院记者会没开口，再赴立院也是。部长为什么在那个记者会上你都没有发言啊？是有被要求说先不要发言吗？或许不想成为在野党见吧，但这回因应关税战880亿元补助，朝野难得有志一同。只是针对蓝营总召傅昆萁喊出要把总预算删除的1439亿元也拿来奏命，执政党有意见。在睡觉的人呐，是真睡还是假睡啊？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吁，所有的意识形态，请放下来。蓝绿双方又是2条平行线。嘉宇，这个行政院长啊、外交部长都说我们有准备，我们有方案，我们有人选，你觉得呢？到底谁最适合？我相信这个清明连假，其实我们的政府官员从总统到院长，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休息的，因为大家一定都在针对关税问题，在研议怎么样去处理。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对美国的关税问题，长期以来刚刚讲的保健食品关税高达30%，汽车高达17.5%。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可以从零开始去谈，这个总是一个筹码嘛。对川普来讲，或者是对美国官员来讲，共看嘛，最后听来讲，我们这 SASI 是0%。但是刚刚讲的，川普除了要面子，当然也是要里子。那里子到底从何而来呢？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债务问题，这是川普上任以来第一件要解决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不解决美元，他就可能就是面临这个一文不值，甚至美国破产的问题。他现在的债务问题呢，大家也都知道，高达36兆美元，比2017年川普就任的20兆美元足足多了快1倍。每年光是美债的利息就1兆美元。这个也是当初川普上任之前，大家一直在讲说，那川普要怎么解决美债利息的问题？所以川普现在把美国债务丢给全世界，请大家一起来处理啊，看你要怎么来处理。那刚刚也讲说，台湾在美国的外汇存底92%全部都买美债，高达5700多亿的美元。那这些当然也是谈判的筹码啊，这些也是川普总统想要看到说，我们怎么来一起帮美国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嘛。那同时对台湾来讲，台湾一直以来在不管是半导体、电子产业，或许我们的出口是有获利的，可是这些是全世界都需要的，而且对于美国的电子产品来讲，也都是需要台湾的这些高科技啊，包括这些军工产业等等，这也是川普总统他现在最想要看到的。所以刚刚讲的大幅采购美国的产品，包括军工提高我们这些的军备的这个支出，或者是这个美国产品其他的这些采购，当然都是一个谈判的一个方式。那包括这个洗产地的疑虑，也是美国所在意的，就是过去是不是有一些中国制造的产品跑到台湾，然后洗标之后再卖到全世界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政府可以着手的谈判方向。那小英总统当然是大家认为说，在过去的一些经验里面，他是有国际谈判的经验，而且是大家认为的一个谈判专家。但是以过去，我相信小英总统他现在的这个身份来讲，他一定会提供这些适当的建议或是想法，但不适宜直接站到台面上。那现在我们台湾也有很多的这个经贸谈判的人才跟专家不只是林佳龙、吴钊燮，也都已经到美国包括郑丽君，他也其实在海外他一直都是非常有这个海外的这个留学啊，甚至这个海外的经验啦。所以我相信说，我们这些专家学者也在第一个时间都这个建立跟美国谈判的管道。那你说相较之下，日本石破茂虽然跟川普通话，但通话完，川普马上就开始对日本破口大骂，甚至说，你日本把这个车子全部都卖到我美国来，又不买我美国的车子，然后叫日本要想办法解决。那我相信石破茂也是一个头2个大啦，包括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全部对，包括德国啊、欧洲等等，大家也都对川普的政策非常的感冒，甚至连美国自己人连奥巴马等等都叫美国人要站出来反对川普，然后51州几乎50州啦到处都有这个游行来去抗议川普。所以其实这个政策大家都看得出来，这背后川普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大家也都在配合川普，至少第一时间我们要让他知道说，台湾是友善的，台湾是愿意跟美国一起来解决问题的。那至于接下来有70个国家，大家现在都在排队看4月9号。到底这个高关税政策会不会真的生效？因为过去所谓这个地球是平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让全世界大家在贸易自由化都可以买到便
便宜又好用的商品。你现在提高关税，美国人自己要玩 Switch 2都买不到，美国人也会生气啊。甚至美国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可口可乐、Nike、星巴克、Apple 等等，这些有课关税吗？没有嘛，但是他也赚了全世界的钱。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讲，他也知道他现在这样的做法是非常的不合理，但是他就是想要一个大家能够帮美国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法，而台湾现在就是努力的释放善意，然后我们的政府也在跟美国建立沟通的管道，看有什么困难，包括我们美债的利息等等，我相信都是可以拿来当做筹码来跟美国去协商的。有一点哦，这也是不公平了。买武器不算是贸易，不算在那里面。我们买武器买不少呢。老美说武器什么算什么贸易？但是我给你恩惠卖你的，对你是好的，那不能算在贸易里面。哦，所以美国武器卖的不少呢，它也不算哦。那另外呢，这个刚刚这个我们看嘉瑜讲这个地球是那个平的哈，那是美国当时那个专家写的书嘛。地球是平的，是美国推动的，当时全球化也是美国推动的，他以为他会占便宜嘛。他说：“哇，全世界谁能抵挡我呢？”他没想到搞一个这个什么全球化以后，中国大陆反而崛起了。哦，中国大陆变成供应链很重要的一环，所以美国现在很生气啊。服务业刚刚一直谈到美国服务业，其实美国现状很绝，欧洲现在也生气嘛，大陆也生气，就是说美国一年进口3兆美元，它卖出去2兆美元，所以它的贸易逆差是1兆美元，但它服务业也赚1兆美元啊。美国服务业很强的，对不对？很强。但是呢，因为你制造业不行，当然服务业强。另外就是因为服务业太强，所以制造业大家不想去做嘛。那个赚的辛苦钱、黑手钱，他赚服务业的钱多好赚啊，对不对？他的服务业在全世界赚1兆，所以他的这产品这个逆差跟服务业的顺差其实是差不多的。哦，但是呢，他还不爽，他不看服务业，他只干那个外销这个产业等等啊。那他为什么骂日本呢？日本其实也不能怪日本，你知道日本就知道，日本那个巷子都小小的嘛，日本真的巷子小小的嘛。欧洲你去看日本，欧洲巷子也小小的嘛，所以他的车就小小的嘛，他大车怎么走呢？他那个小小的车还要会车，有的是单行，有的是会车。欧洲你到那什么意大利、罗马什么，那个都是小小的路啊，对不对？那美国搞那么大车舒服啊，哦，好 Cadillac 好舒服，对不对？所以人家不买你的车，他就很生气。哦，当然日本也坏，也不能说坏了，日本那个停车位都小小的，所以美国大车也停不进去。美国就很气啊！美国曾经是汽车王国，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大概80年代我在美国受训，谈那个管理训练的时候，那都大师来讲课。有一天突然一个讲师气急败坏跑进来，不得了了，不得了！这什么不得了？他说日本的制造的车超过美国那一天，就是制造车的数量超过美国，美国觉得受不了了。我们美国汽车王国、钢铁王国，怎么日本的车的数量超过美国呢？哦，美国觉得这晴天霹雳一样哈。从那时候开始，日本不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吗？有一本书叫《Japan's No.1》嘛，日本第一，美国就开始打日本，广场协议哦，然后把你的日币呢从300多块搞成100多块哦，然后呢打压日本，就从此20年都衰落下去。美国现在又想搞这个啊，也想搞这个，也想学广场协议啊，续再回来。